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体内有癌，肛门先治。医生，肛门若常有4种不适，警惕癌症在靠近。肛门出现异常，小心有猫腻。肛门是每个人的私密部位，平时也很少去注意它，就这个不怎么引人注意的部位，若出现异常，那或许将是惊人的疾病。癌症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常见的癌症有肺癌、胃癌、肝癌等。今天我们所提到的癌症，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想到，那它就是肛门癌，这个大家比较陌生的疾病。了解肛门癌。肛门癌顾名思义是一种由肛门引起的恶性肿瘤，通常起源于肛门的皮肤或直肠内壁。肛门癌可分为2种类型，肛管癌和肛乳头癌。肛管癌起源于肛门直肠区域，包括肛管上部和中部。这种类型的肛门癌通常与长期的直肠癌、痔疮、肛裂等的慢性肛门疾病有关。假如有相关的疾病，要及时的去医院接受治疗。肛乳头癌起源于肛门的皮肤组织，通常位于肛门直肠区域的边缘。这种类型的肛门癌可能与老龄、长期接触化学物质、长期慢性肛门炎症等有关。肛门癌在早期并没有什么的前兆，随着癌细胞的逐渐扩散，才慢慢的开始有了症状。在它并发之前，人们是很少会察觉到这个部位的异常，或者是觉得并无大碍而缺乏了足够的重视。因此，很多人都是通过体检才知道自己患上了肛门癌。肛门癌究竟会带来哪些症状呢？2. 什么症状代表肛门癌在靠近？1. 肛门或直肠区疼痛。患肛门癌的人会经常感觉到肛门或者是直肠区的持续或者是间断性的疼痛，这种疼痛有时会与癌症的进展产生关联，前期可能会疼痛较轻，随着疾病的恶化，这种情况会有所加剧。2. 出血。得肛门癌的人可能会出现肛门出血，血液的颜色可能会呈暗红色，这种出血通常是在排便的时候排出，但凡都是有例外的情况，这个出血症状也是在非排便时也有可能会出血。3. 肛门周围瘙痒或者是溃烂。肛门癌也会导致肛门周围出现瘙痒或者是刺痛的症状，这个时候患者会有明显的感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皮肤溃烂和破裂。4. 异常排便。肛门癌可能会带来排便过程中的异常变化，给正常排泄带来不便，比如排便困难、排便变形、柱状便、便秘或者是腹泻等情况，这些可能是由其引发的。5. 肛门周围肿块或肿胀。当你摸到肛门周围有肿块或者是肿胀时，千万不要大意，这很可能是癌组织的一部分。假如它一直保持这种肿胀状态，要及时的去就诊。以上的这些症状感觉都很熟悉，有人不禁想起，这不正是痔疮的症状吗？难道我以为自己得了痔疮，结果得的却是肛门癌吗？那到底怎么去正确的区分两者呢？痔疮和肛门癌的症状真的是一样的吗？3. 肛门癌还是痔疮，该如何的去区别？下面就带大家对2种疾病进行了解，理清痔疮和肛门癌的区别吧。1. 活动度。痔疮和肛门癌都会引发肿块，但痔疮引发的肿块活动度相对较好，可以推动。肛门癌引发的肿块却并非如此，这个肿块是很难去推动的，活动度很差。2. 质地。若是得了痔疮，一般来讲它的质地很柔软，肛门癌所导致的质地却很坚硬，人们可以通过对这个部位的触摸来分辨是软的还是硬的。3. 瘙痒程度。痔疮也会给肛门局部带来瘙痒，但这种瘙痒是可以通过清洁和上药改善的，
而肛门癌所导致的瘙痒是持续的，涂药也没有办法改善的。4. 出血。痔疮引发的出血，血液是鲜红色的，较干净。肛门癌引发的出血，血液是暗红色的，血液中会夹杂着其他的物质，如粪便等。由于痔疮和肛门癌的症状很类似，所以在肛门癌的初期，很有可能会被大家误以为是痔疮，从而忽视它，因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在这里建议大家，即使是痔疮，我们也要及时的治疗，避免病情恶化。4. 五类人需警惕肛门癌症状。以目前的医学技术，对于肛门癌，人们尚无法确定造成该癌的明确原因，但可以清楚的是，肛门癌与某些危险的因子有关。1. 肛门湿疣。90%左右的肛门癌都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有关。2. 肛交行为。参与过肛交的人群。3. 免疫力不全的人，免疫力比常人低下，或是因疾病引起免疫系统不完整，艾滋病患者也是肛门癌危险人群。4. 长期肛门发炎的患者，长期处于肛瘘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的患者。5. 盆腔放射治疗，因为直肠癌、前列腺癌、膀胱癌、子宫癌而需要接受盆腔放射治疗的患者。5. 如何预防肛门癌？为何偏偏是我的肛门被盯上了呢？很多患者被确诊后，他们都不知道去哪里找答案。其实生活中很多习以为常的习惯，正是肛门癌的危险因素。预防肛门癌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发现痔疮，及早的就医检查。就像上文提到的，许多患者会把肛门癌早期当作是痔疮处理，而又想尽早的分辨出痔疮和肛门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医院进行直肠指检，只需10几元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病情，不要因为害羞而拒绝。其次，接种 HPV 疫苗。人类乳头瘤病毒是肛门癌最主要的致癌因素。HPV 可以感染皮肤表面的细胞，以及生殖器、肛门、口腔和喉咙内壁的细胞。如何避免被 HPV 攻击呢？简单，几针搞定。HPV 疫苗是最有效的金钟罩，它可以帮助预防 HPV 感染，但要明确的是，它不能帮助现有的感染者。最后，发生性行为时要做好安全措施。性行为也是 HPV 传播的主要途径，安全有效的性行为是对伴侣健康的负责。避孕套可以提供一些预防 HPV 和 HIV 的保护。此外，在性行为之后要注意肛门以及肛周的清洁，还有要做到饮食的合理，不要长期的吃过油腻或者辛辣的食物，多吃水果蔬菜，膳食纤维。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好及时的卫生清洁，在便后进行清洗，避免细菌的堆积，进一步危害肛门的健康。肛门癌属于罕见的癌症，但如果能够及早的诊断，其存活率是很高的。不要因为害羞和尴尬而选择不就医，这样很容易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耽误病情。如果感觉自己肛门有异常，那就应该及时的就医检查了。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